这个西藏呢非常特殊啊，我们以前叫青康藏，现在叫青藏高原了。这个高原呢，一路上呢就像个高台一样，突然到了这个尼泊尔印度界限的话，就往下来。我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吉隆县的海拔是4200啊，然后吉隆镇是2800。哦，它有一个突然下坠。吉隆口岸是1850，你看看这个力量，就是你重力加速度里面所产生的这种冰河断流，据说还有一点小地震，整个这样的下来的话才会出现这种结果。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前一阵子的话呢，大家都了解，就是说在墨脱县有一个雅江水电计划，它就是利用这个2000多公尺这个下降的，对，就是可以这个拦住5次，所以发电5次，那个差距非常大，力量非常大。最近俄罗斯的动作蛮多的，我们来看，这是图142的反潜机哦，它是在25号的时候由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派出在日本海还有鄂霍次克海还有千岛群岛周边跟临近太平洋的水域，跟舰艇协同展开了这个搜索模拟敌方潜舰的训练，而且有实际的投掷炸弹，要展现的就是远东军力的存在感。好，有分析说这演习是莫斯科针对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而且深化与北约合作的一个直接反制。好，那这次训练是属于太平洋舰队从8月4号开始，日本海鄂霍次克海跟西北太平洋举行的大规模演习的一环。好，那演习当中用了60艘的水面舰艇，还有潜艇以及保障船，那大约30架的飞机、直升机跟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官兵所以呢，这个规模相当的可观。好，那俄罗斯现在还有一个动作，就是闯入了南韩的防空识别区，所以也引得南韩这边是紧急的起飞战机来进行戒备。好，那多架的俄国军机是在25号进入到南韩的防空识别区，那首尔这边也升空战机来戒备，那就显示这个区域军事对峙的局势持续在升温当中。这也是数周以来俄国军机第2次出现了类似的侵扰行为。好，那这是不是代表中俄在威逼日韩呢？这个政治的动作是什么？等一下来宾也帮我分析一下。那我们还要看到说有神秘的战机现身在中国的边境基地，疑似是歼20型号。就被曝光真实的身份这是美国战争地带指出，2022年有一组卫星影像曝光中国一处偏远的空军基地。那这画面中出现了数个外形异常、轮廓跟歼20战机都很相似的物体。那到了2025年，中国另一座机场又被发现一个外形相近，但是细节明显不同的一个神秘目标。好，那大家就来讨论到底是什么呢？从外观设计来看说这款消防训练模型跟2025年曝光的神秘物体反而是更接近了，说两者都采用相当醒目的改良菱形三角翼布局，搭配压翼跟双垂直尾翼。说不仅如此地面照片还显示模型的座舱布局跟较新的歼35是更为接近的。好，那现在孟加拉也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要买中国大陆的歼10C1。好，那当然说这是近年来最大的军购案。那他们说这个战机还有攻击直升机也朝着正式的谈判来迈进。那目前从孟加拉的媒体报道看到他们的空军考虑采购的最多是24架歼10C1的战机。那这笔交易可能就会成为该国近年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之一。好，如果你有关心中国大陆的军机，你会发现歼10C1最近在国际上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好，主要呢这个孟加拉会这么大手笔的再买24架，也是受到了去年5月印巴空战嘛，那个巴方也称他们是用歼10C1来击落印度购资法国的阵风战机。好，那当然画面你我都看到了，孟加拉当然也看到了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笔的这个军购案。那也说不怕歼35战机却击炸机场。现在印度反制巴国的计划曝光这是最近印度军事网站在刊文探讨，说如果巴基斯坦未来接收的是中国的歼35隐形战斗机，印度要如何来应对呢？好，文章一方面强调说歼35的加入不会改变战局，但另外一方面，印度并非打算依靠现有的阵风战机或是S-400的防空系统
跟歼35来进行正面的较量，反而他们主张要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好，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歼35尚未升空之前，优先攻击他们的机场跟相关的作战支援体系。好，到底能不能走到这样子的状况？人家都还没有起飞，你就知道要炸。好，那当然这个是目前这个印度军事网站的一个文章探讨。那我们要反观美国这里，因为他们有一架的黑鹰直升机啊，那也说在美国的西部坠毁。那这是美国媒体报道，这个直升机是隶属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陆军基地。那事故发生时，机上有4个人，那当时正在进行的是训练演习，所以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那也有70多岁的这个 B-52已经是老 Coco 了齁，但是还没退场。那它也是同温层堡垒的战略轰炸机，那持续进行现代化升级。那甚至还说炸弹挂架的现代化系统就位在 B-52的机腹上面，主要负责固定、携带还有投放武器。那这次的升级 B-52现代化的工程这也是一部分。那目的是要让这个老旧机体的武器挂载系统跟着其他设备一起来进行更新。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的是中国，他们现在也是对于北斗这个卫星的运用更加速了。那这个是业界有说，北斗发展已经由单纯的这个导航定位，现在转向是数位经济所需的时空资讯基础建设施。随着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精准农业跟车联网等新兴应用扩张，北斗跟5G、人工智慧还有物联网这些技术融合，就进一步的可以扩大应用的范围。好，那也说从天上星座现在转化为支撑产业数位化的一个时空底座。那说综合应用的渗透率大概是90%，也就它在加速希望全面开花啦。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中俄好像看起来在威逼日韩，现在俄罗斯确实动作蛮多的。我们问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俄罗斯它这一串这个动作应该是针对日本，完全针对日本的一套组合拳。等于说是连环出手。那么日本方面事实上承受极大的压力，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安倍在内的时候，他极度去这个讨好那时候的普丁，想要跟日本跟俄罗斯关系进行和解。那他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他要把他的日本的整个力量集中来对付中国大陆，所以他先把俄罗斯把他这个搞定。事实上，安倍在任内好像一共跟普丁见了19次面，那安倍常跑到有机会就去找普丁，那也建立了比较好的个人关系。当然，两国的关系就比较迟缓一点那可是高市早苗上来以后，他这个急于扩军。然后把他的军队的这个打击的范围急于扩充的情况之下，俄罗斯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为俄罗斯事实上也是日本的隔海的邻邦，那么日本远东省的话也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那个俄罗斯在过去2年之内跟中国大陆的联合的海空的巡演都是针对的日本，绕着日本绕了好几圈了，那可是这一次就俄罗斯单独出手，大概这个月的17到19吧，他就先到这个库页岛，那么视察这个俄罗斯的远东舰队，然后呢，接着他就去登这个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中间最大的一个岛。然后在那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言，那就是这个南千岛群岛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合法领土，不容争辩。然后呢，也警告日本不要在这个走上这个再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个尤其领土问题来讲的话，这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了，没有任何讨论空间。那这是普丁上任这么多年第一次去南千岛群岛，所以高市早苗这个非常非常的紧张立刻就做了强硬的表态。那接着俄罗斯就他的这个外长拉夫罗夫就把日本的驻俄大使召唤去这个见面训斥，然后之后又开了记者会，然后呢
明白讲说联合国规章107条的所谓敌国法案，所以对日本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后续发展，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可能，还会有很多进一步的发展，有待观察。是好，所以除了俄罗斯跟日本、韩国之间的一些状况，我们刚才讲到了蛮多战机的部分，尤其歼10 C1是蛮多人关注的。我们问将军怎么看？那最重要就是日本，我认为日本的国家战略错误，它应该是要这个联俄来制中，结果没想到它就是要抗俄。那一抗俄，这俄罗斯这个国家是军力是相当强大，当然大家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终有结束的一天呢，它就会重心东移到这个亚洲太平洋地区。那这样面对的威胁最大的，那我认为是日本。所以日本整个战略错误，它应该走安倍晋三路线，它不要安倍晋三，你看一直往俄罗斯去访问，因为俄罗斯很重要。俄罗斯这个民族啊，是吃软不吃硬，那你硬这个日本来硬的啊，完蛋，就不要激发他的战斗民族。对，他应该是这个样，他应该是要结合这个俄罗斯的，结果他要跟俄罗斯硬杠。你看这个南千岛群岛，就是慈武、泽州、国后、色丹这4个岛啊，我认为日本应该把它冷却搁置，先不要去谈。他现在在谈，你这个哪壶不该提哪壶，那不是倒霉了吗？你看，你这个千岛群岛，它东边呢是沃霍茨克海，西边呢是日本海，这两边都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它整个一北一南下，你日本这个北海道整个面对的是俄罗斯的大军压境呢。你日本想要好好发展嘛，地缘战略，所以我就认为日本的地缘战略搞错误了。它一错误之后啊，会变成适得其反，事倍功半又适不得其反。所以现在俄罗斯针对着它，你看这个 TU-95就算了 ，TU-142都跑出来了，杜142，这个来看的话，也是一个这个长程战略的这个，它虽然是比较偏重在反潜侦察，但是它也是个战略，我们讲的战略轰炸机啊。所以一般来看，在日本在这一方地缘战略，日本老是几局错误。所以日本努不努力，勤不勤奋，也努力也勤奋，但是国家战略错误了，让日本很多事情就白干了，白忙一场，而且还适得其反。你看跟韩国之间的关系，跟俄罗斯之间，跟中国当然都搞不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印度啊，跟这个孟加拉，我认为孟加拉要去买24架的歼10 C 会造成印度更大的压力。因为孟加拉本来是东巴基斯坦，那变成中国大陆去帮孟加拉武装之后呢，那印度不是光对了西边的巴基斯坦，还面对了东边的孟加拉，那对印度来看的话，变成三面包围，对印度来看也是疲于应付了。对啊，所以在局势上面还会有一些因为军武上面的转换哈。苑教授怎么看呢？我认为美国的军事科技在整个设备上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一开始在发展的时候，就是无论是这个 B2 轰炸机啊，逆中式的，以及或者 F-22这5代战机的时候呢，这个都叫停了，也发展不下去，原因就是太贵了啊。那个 B2 轰炸机的话呢，现在搞到这个情况下来讲，虽然厉害是很厉害啊，造型也很酷啊，但是问题是造价非常贵啊。那据说的话，就像金子打的一样 ，F-22就是整个生产线都叫停，也是因为成本过高。那现在的话呢，就是改良这个70岁的老家伙 B-52 的飞机的话呢，它确实是有它的这个威慑的力量，这个没有话讲。但是问题是实在是太老了。那结果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武装更新的过程当中，相较于大陆的目前的武装的更新的话，我建议大家到成都的那个飞机公司去看一下，什么叫做这个歼20，什么叫做歼10啊，什么叫歼17啊，那各式各样的飞机。然后现在的话呢，他们接下来这是机密的话呢，要出歼36，是6代战机的。那么它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注意到你要服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成本的考量，要有成本考量，你要有外销的这种考量，有外销的考量的话呢，你要能够剑下奇迹。我觉得这里头在武器的发展当中的话呢，从去年的5月7号这个印度基本上的话呢，确实能够这个及早能够对人家攻击啊，
但是问题是你有那个能力做到吗？上一次武器空战的过程中，给大家先介绍一下，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女的飞行员根本都没看到印度的飞机，就把那个霹雳12的飞弹就发出去了啊！发出去以后的话呢，就把印度打得一塌糊涂啊！光标风战机都干掉3架，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理想当然是要先下手为强，但是问题是人家的雷达比你行啊！现在的科技，尤其是空战，讲求的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作战啊！你不能够单独有1、2架好飞机，你就以为你可以这个为所欲为。其实上的话呢是没有这么简单的。那至于日本的话呢，就是说日本的活该啊！你自己的话呢，就是依靠北约啊，然后重新军事化。那你俄罗斯的话呢，他怎么会让你能够做这个清理的打算呢？所以日本本身想要跟俄罗斯作战的话，你要先克服自己心理上的恐惧感，这个并没有那么简单。但俄罗斯这个很明显也是做给大陆看看的了啊，再到这边增加它的力量嘛，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的 CIA， 我觉得这件事情引发我蛮大的好奇到底他到俄罗斯去做什么呢？昨天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美国的 CIA 局长这个雷克利夫他秘密访俄，乌克兰被要求部分停火3天，目的引发外界关注。好，那当然还特别要求乌克兰说本周的前3日要暂停无人机跟飞弹攻击莫斯科、跟俄罗斯北部以及其他的城市。那主要就是因为 CIA 局长在俄罗斯嘛，那他到底访莫斯科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大家也问到了川普，川普有回应但是蛮冷的他说他去那里算是某种半例行性质的行程，我不想让大家失望。然后他又强调说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成果，我们正非常努力的结束乌俄战争。坦白说，目前双方都有机会看到战争结束。好，那我们看到本来呢，克宫是说没有这样的讯息，但是最新克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普京已经听取了相关会谈的简报，但拒绝透露双方是不是谈到了乌俄战争。那目前听起来美俄的口径是不一的。泽伦斯基这边倒是很特别，如果他们真的谈乌俄战争，现在泽伦斯基又说乌克兰期盼跟中国进一步合作，要寄望北京当局在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强大的外交作用，促成和平。好，那到底 CIA 是不是要阻止战争呢？因为说时隔5年访俄大家也会觉得很罕见，而且有一些猫腻存在吗？好，那现在看到有相关的说他是不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据悉此行的目的就在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来发动任何的攻击。尽管川普随后是试图淡化这一次的访问。那也说这个是白俄罗斯的媒体讲到说美国的 CIA 局长这个行动其实并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普京不但拒绝结束战争，甚至扬言将发起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所以有其他战线吗？好，我们就想到2021年，其实 CIA 当时的这个CIA 局长叫伯恩斯，他也曾经访俄，警告说不要打乌克兰那我们先看到2021年4月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当时俄军就已经扩大在乌克兰的边境集结那当然基辅就呼吁国际社会要制裁俄罗斯。好，但是呢大家就觉得俄罗斯是不可能打乌克兰的啦那后来我们就发现2021年的11月这个 CIA 的局长当时是拜登任内伯恩斯罕见的访问莫斯科表达美国严重关切俄国增兵乌克兰的边界，尝试阻止任何的侵略计划。那当然呢，这个乌俄情势急转直下，在2022年的2月24号，大概3-4个月之后，普京就宣告授权俄军进行特种的军事作战。好，那当然现在就有人觉得说，他是不是也就是俄罗斯有没有可能再开启他战线？美国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情报，所以急着去找俄罗斯这边来进行一些密谈？那有人说俄罗斯的图160战略轰炸机也现踪在挪威海，北欧战机是全程顶金，这就是直逼了北约的家门嘛。还有卫星也抓到俄建了10个新无人机的基地。
好，那威胁北约东翼，波兰也呼吁要建一个永久性的欧洲军团。那北约的无人机空域危机，现在乌克兰战争到底如何考验欧洲的防空能力呢？像是凌晨一架西班牙的 F-18战斗机在北约空中警戒的任务之下，在罗马尼亚上空击落了一架未知的无人机。那这无人机被击落是2026年在罗马尼亚境内击落的第4架无人机，所以有人觉得这个 CIA 局长这回去俄罗斯恐怕事情不单纯借大使安诺垮。这个国际政治是很复杂的啊，这些什么 CIA 局长啊，还有俄罗斯的普丁啊，都不是闲人，都忙得不得了哈，内内外事。所以 CIA 局长跑到莫斯科啊，我只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基本上都是有危机要发生，照过去历史的显现所以这个现在不是这个东线无战事，而是东线可能会有更大的这种冲突的可能性。谢大使也这样认为。对，俄罗斯事实上现在这个乌克兰讲说俄罗斯征兵30万，那另外就是说，北韩跟俄罗斯合作也蛮密集的了。那已经听说北韩军力有传说高达5万人了，所以这个战争，如果说你认为它可以久战无功的继续拖下去的话，我想在这个比较占优势的这边，可能它不会有什么有耐心了。所以就是说，俄罗斯这边可能有一些动作可能是美国方面有察觉。那么战争有升高或者蔓延的溢出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派他去这个莫斯科把他们的忧虑跟这个俄罗斯方面去交谈。我想我比较相信佩斯科夫也是克里姆林宫发言讲，普丁不会见他的，那是他一定跟俄罗斯的情报方面那么见面。那你要知道，美国的情报事实上是做得非常怎么讲呢？深入的。那他们一定是有凭有据，然后以他们所获得到的资讯去跟俄罗斯谈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猜测的。那搞情报的人没有那边在猜的，你手上有证据拿出来谈了以后，这个事情你们就给一个说法，我们对你们这个做法，我们给你一个劝告是什么？没有什么高来高去的，外交的方面以为都是讲模糊话了，其实。这国与国交往都是把最直截了当的话都摊在桌面谈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CIA 局长去莫斯科访问这个一定有很多故事在里面。那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快，要不然如果说 CIA 局长任务成功的话，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如果是失败的话，就跟那个俄乌战争前2个月，那么他走了以后就。前脚没走没多少，后脚就发生了大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预兆不是一个好预兆。那乌克兰方面现在事实上它的内内外外都出现问题，可是就是说外面那些啦啦队越打越高兴，什么德国英国法国那么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对普丁来讲也是差不多逼着他要做一个比较。关键性的决定的时候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CIA 局长去莫斯科访问这个不是好事情。很罕见也不寻常啦苑教授怎么看呢？我这个拉特克利夫CIA 的老大，他到了莫斯科去的话呢，有5个重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第一个 ，CIA 的话呢，他是得到了情报他嘴巴说是例行这是5年来这个第一次去。这个情报呢，其实也大家可以听得很明显，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已经不耐烦了现在要什么样呢？就是因为北约东扩一直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嘛，那要试试看北约到底团不团结，所以说美国的 CIA 才愿意去这是第一个重点。因为的话要攻击的话呢，波罗的海3小国他们都是北约的国家，一旦被攻击的话呢，美国要不要跟俄罗斯开战？这是第5条的使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呢这个普丁本身呢。也愿意接受他取消了非常大的一个活动。这大家不要忘了，那个库斯纳跟那个维特科夫跑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普丁故意让他们等了3个钟头。那这一次的话呢，就是这个拉特克利夫 CIA 的这个局长
就马上就直接接见，然后谈了事情。那谈了事情以后呢，那个佩斯科夫呢，这个俄罗斯的外交啊，有一个传统啊，就是这个嘴巴是很硬的，也很紧的，啊，所以大家没有办法这个猜得出来。但是呢，这个图160啊，白天鹅啊就飞出来了，啊，这个就不得了，是个大杀器。啊，这个大家就是我们将军等一下会介绍一下图160的大杀器啊，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是一个超音速的一个这个战斗机啊，它是一个轰炸机啊，这个图字头的啊，这是第3个重点。那第4个重点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个泽连斯基啊，这几天的话呢，搞的就是这个大概1、2个月吧，就攻击到莫斯科的发电厂啊什么的，什么核能发电厂，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攻击，军火地方啊，让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民众的意见非常非常反感呐，就说打到最后打了4年半，快5年了，搞了个半天，我们自己本土俄罗斯都受攻击了，是，那这一定要发，所以说是这个 CIA 这个局长就是警告这个泽连斯基，这3天你不能给我动啊。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呢，川普也讲话了，川普讲话他维持他的一贯的立场。他的意思的话呢，就是说这场战争他根本没有想到把美国拖进去了，不但拖进去了，美国花钱不说，美国现在的话呢，面对北约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如果说是一旦是波罗的海3小国，比如说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一旦被攻击的时候，美国要不要做反应？美国不反应，北约就垮掉了，就没有了啊。那美国要反应的话呢，那这场美国经得起吗？美国现在已经是这个搞得焦头烂额了啊，那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出现一大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这5点下来综合来看的话呢，不管好事还是坏事呢，就是美国，我下个结论啊，美国要考虑出卖乌克兰了。哦，对，就这样子。所以苑教授觉得是会往这个方面来发展的。好，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现在这个美国的中情局的局长到俄罗斯去访问了，我认为非比寻常。因为可能这个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呢，他的这个无人机啊，大举去轰炸这个俄罗斯境内的，不管是炼油厂、储油槽、军事设施，甚至逼近到莫斯科。那这个普丁讲了一句话，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普丁讲了一句，那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不是要考虑动用战术核武来攻击或者轰炸乌克兰？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所以姿势体大，要玩这么大、啊，战术核武，因为这个普丁讲了，这个潘朵拉盒子打开了，这什么意思？你什么是潘朵拉？核武库嘛，那不会用战略核武，我认为用战术核武去教训乌克兰哦，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不要完全那先知会美国，美国看姿势体大，赶快派这个中情局局长过去，这个当然都不能说，他做了。从这拉脱维亚坐了西妖拐空中霸王专机，飞了1000公里，到了莫斯科，就可能就讲了这个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要安抚俄罗斯，你不要动这个东西，因为俄罗斯要动战术核武，一定会跟美国还有中国大陆这2个国家一定要先知会一声，我准备要动用了，可能会这个样。那美国当然，美国会不会说就当个耳边风，参考一下就不会，就赶快过去。所以也要求。乌克兰这3天，你不能对俄罗斯来轰炸，你的无人机不要来越境攻击，不要失控了，不要对你这个时候就是你要，这是美国下令的，你乌克兰就不可以，乌克兰绝对会遵守，因为乌克兰一定要听美国的话，他现在唯一能够在支持乌克兰的，在大国当中也只有美国。那我认为，因为乌克兰在这一方面的行动触怒了俄罗斯，触怒了普丁。那现在会不会动一动对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还有我们叫立陶宛呢？我认为不会，因为如果对他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的话，那刚好中了泽连斯基的当，这是希望扩大战线嘛，你不要我一个人打嘛，大家一起来打嘛，那是这个样啊。那所以啊，我认为普丁没那么笨，没有必要扩大战线，仍然聚焦在乌克兰，聚焦过来，然后要对乌克兰重锤。那所以，这个武器要用，为什么这个 Tu-16洞就是挂战术核武的？那战术核武一丢，它不见得用导弹去丢啊，拿这个战略轰炸 Tu-16洞去丢呢？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态势先摆出来，要不要用，由普丁一个人就可以下决定。
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一轮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悲痛的新闻哦。那一轮在昨天大概傍晚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推播哦，就发现说啊，这个西藏这边因为尼泊尔一侧的山洪爆发，说1分钟就毁掉了中国吉隆口岸。好，我们看到这相关影片已经出来了哦。这个网络上大家现在看到都非常的震惊。好，西藏跟尼泊尔边境最重要的陆路贸易关口吉隆口岸哦，遭到山洪袭击。好，吉隆口岸跟邻近的山谷都被土石流淹没。好，沿岸多处的建筑跟设备也都遭到泥石的吞噬。好，这是比较高空一点的画面哦，但你可以看到非常惊悚，就这样直接啪，整个往下冲下来。好，那我们也看到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前广场哦，其实也有一个监视器画面，更让人震惊。你看，一瞬间全部都被土石掩埋哦，民众根本来不及逃。好，结果呢，瞬间就冲毁大楼。人面地车全都吞没，下一秒出现在镜头前的就剩末日景象，这让人真的感到很不舍哦。那大量的巨大残骸还顺着洪水直冲而下。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画面哦，这是猛烈撞击加特贝西大桥，桥梁瞬间哦断成3截，随后直接被卷走。那加特贝西大桥下游的达丁贝西大桥同样也遭到了袭击。好，那整个西藏尼泊尔的土石流哦是秒吞噬哦，那当然大家都来不及逃，时速是多少？400公里左右哦，所以祸首是冰川塌陷，威力相当于是5.2地震。那有幸存者哦非常的难过，他说啊，太太手都握不住哦就离开了。那当然现在驻尼泊尔的华人说啊，山洪爆发的声音轰隆隆，我们都吓坏了。好，如果你仔细有看网络上一些画面，你确实也听到嘣那种像是爆炸声音会突然出现，然后接着这山洪就下来了。所以呢，这有山洪爆发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画面。有山洪爆发的声音啊，就是轰轰轰轰的轰轰的，当然我们都吓死了，感觉这边都快冲到了。当地人说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好，真的太可怕了哦。那当然，现在灾区的卫星对比照也曝光，喜马拉雅山万年冰雪消融，引发了最猛的山洪。好，专家说啊，这喜马拉雅山山脉地区的冰川正加速的消融。那这次事件可能就是冰川发生了冰岩崩塌所导致。好，那现在看起来，这吉隆口岸就像个世界末日哦，甚至还看到了堰塞湖。好，那西藏的吉隆口岸爆发了重大伤亡，目前习近平即发指示说，当务之急就是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好，转移安置受到威胁的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要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防止次生灾害就防止另外一起的这个灾害再发生。好，目前看到这失联大概有上千人以上哦，真的是相当的可怕。好，那我们也看到还有堰塞湖哦，那接下来堰塞湖也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好，央视报道说，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土石流堆积体的边缘厚度是将近1.5米，那给后续救援增加了难度。陆方已经紧急调派了海陆空力量来投入抢险。那目前这个画面出来之后，我们也很关心啊，不管是在西藏还是尼泊尔，到底有没有台湾人呢？陆委会在昨天的时候其实也发声慰问，那他有特别讲说啊，在西藏这边有51名国人登陆。那他说，由于现场的灾情极其严重，那伤亡人数尚不明朗，那有请海基会设法透过各项管道，全力的掌握国人在灾区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危状况。那现在其实因为尼泊尔跟西藏蛮多的外国人非常喜欢去，那看起来这外国旅客上面的伤亡数字应该也会蛮可怕的。好，那尼泊尔爆发了毁灭性洪灾，美国承诺提供50万美元来紧急援助。好，那一轮也是有一点
好奇啦吼，只有陆委会发声，我们的总统多金掉嘞吼。之前西藏发生地震哦，他也曾经有在 X 上面来进行慰问，这一次都没有消没有息哦。那我们也是要特别再看看后续的状况。好，那这“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哦，就说在这个地方好，因为吉隆口岸是中国“一带一路”通往南亚。横跨喜马拉雅山山脉的最关键陆路心脏，好，也是中国连接尼泊尔，进而辐射南亚的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网的一个核心。那目前这是中国砸下重金布局的南亚贸易通廊，累积投入的资金哦，是至少已经达到了数十亿到上百亿元的人民币。那现在已经成为西藏对南亚开放规模最大、活跃度最高的陆路通道。那既是双边商贸、跨境通勤的核心枢纽，也是国际徒步、跨境观光的重要集散地。好，所以一轮刚刚也说，就外国旅客。现在失联的状况也是蛮可怕的。好，那陆游业评估啊，这高达40多亿人民币的年贸易额，将在未来的2到3年面临全面中断。然后大批的车辆跟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被迫转向一个历史悠久的樟木口岸。好，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啊，真的很可怕。好，我看到了众多的画面，有很多人是一直倒退，好，才没有被这个。土石流给袭击，但你就是看到这个是生死一瞬间。好，那当然这个西藏的这个部分，我们一样先问介大使怎么看呢？我觉得这是看到大自然力量的恐怖啊。那个事实上我看了很多报道，还有很多朋友在看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事实上这个整个的过程只有30秒钟，不到1分钟时间。它这个荧幕影像，事实上。30秒之前，路上人还在悠闲的走路，结果开始发觉不对了，开始奔跑时间就已经已经都来不及了。而且这个砂石量之大，让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你是在建筑物里面也都没有用，所有的建筑物可能都被弥平了。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种情况真的是，碰到的话，真的生还机会就很小了。所以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我说哇，这个所谓大陆当时的整个的那个报道说出现重大伤亡，那这个伤亡我觉得相当的，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吉隆口岸，事实上吉隆县大概它的城镇居民大概差不多有5000人左右，那个城镇的居民，当然可能不是只是我们看到这个部分，不过这个部分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它正好是首当其冲。它那个地方是一个 L 型的弯，是一个转弯的地方，所以才会这个损伤这么大。它那个泥石流是从上面正好冲下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要转弯，对，所以它这个包括它那个吉隆口岸，其实那个口岸的那个海关的那个大楼修的是很大的，对，所以它是从这边。过来的对不对？对，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好像传统的这种一夫当关的那个关口的感觉，那正好是面对着那个泥石流下来的方向，所以在这个地方转弯，你看有些那个荧幕照的那个荧幕，它其实是在后面的山上，那泥石流也都冲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使是人为去预判会可能有这样灾害，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所以这个真的是我看过的最大的一次，而且它的那个预警时间很短，而且这个正好冲到城镇里面去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猝不及防，这是一个大灾难。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它本身的话，事实上救难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在崇山峻岭。所以西藏那个地方如果有天灾的话，通常这个要救灾的话，它都比平常的难度还要难。我上午看到大陆的那个媒体，他们救灾人员100多人都已经到达现场了。可是现在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很多大家都已经是善后工作了。那可能将来如果汲取教训的话，也就是那种城镇的选择的城址的部分，它可能建城的地方他要考虑到这种超大型的泥石流这种冲击下来即使是这种堤防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加强的住宅也好，看来起来都很脆弱，
尤其这个所谓基隆口岸的这一次这个泥石流的量跟它的那个速度来讲，那个整个我看那个关卡的那个口岸可能就已经。可能应该是损毁程度就可能都建了啦，可能大概都100%了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我是看过最恐怖的一次这种泥石流。我们台湾过去发生过那个小林村的这个灭村事件，一个很小的村子那可是这个是整个城镇，那这个量真的是太大了。那也可以想象，在青康藏高原这个都是一个落差很大的一个地方，那山高水长那产生这种灾难真的是我是第一次看到，真的是触目惊心也希望这个生还的人员能够尽快能够获得妥善的这个施救跟照顾天佑、尼泊尔跟西藏我看到的时候感觉是我们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脆弱，也很渺小好，因为苑教授是刚从西藏回来哇，大家都看到之后，然后听到你才刚从回来，也是很感恩，对不对？对，我也很感恩，就是我刚从西藏回来，邀请我去的人就是在日喀则，就是然后我觉得刚刚打电话问他一下，他说这个目前为止提供的一些消息就是确认是165人死亡但是呢有826人失踪那失踪找回来的生还的希望不是非常大因为那个为什么这个土石流会这么严重呢？这个西藏呢非常特殊。我们以前叫青康藏，现在叫青藏高原这个高原呢，一路上呢就像个高台一样，突然到了这个尼泊尔印度界限的话，就往下来。我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吉隆县的海拔是4200然后吉隆镇是2800它有一个突然下坠。吉隆口岸是1850，你看看这个力量，就是你重力加速度里面所产生的这种冰河断流，据说还有一点小地震。整个这样的下来的话，才会出现这种结果。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前一阵子的话呢，大家都了解，就是说在墨脱县有一个雅江水电计划，它就是利用这个2000多公尺这个下降的，对，就是可以这个拦住5次，所以发电5次，那个差距非常大，力量非常大。但是你遇到土石流的情况下来讲，刚刚议论提到讲说这个口岸，原来这个口岸是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口岸的重要的话呢有3点第一点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海拔非常低，就像我们埔里一样，已经变成了亚热带气候。你看到很多都是有椰子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埔里是槟榔树了，在这边的话呢，大概也是那种树。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呢，美国的观光客特别多大家到那边去的话来避暑。感觉上特别舒服。然后第3个的话呢，来来往往，它本来就是很有名的口岸，所以说才会造成这个现象。大家要知道，在口岸一开始之后，在那个整个土石流扑下来的时候那么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西藏这个地区非常特殊像我待的地方在拉萨的话呢，他们基本上是旧泽区山的，他们基本上地形是非常固定的，但这不能想象。有看到的那个拉萨河啦、雅鲁藏布江。他们都是河床非常宽广，那个河水量之大，你大家要想一下，那个是世界上所有大河的起源地那个青藏高原那边的话呢，所有各种水源经过到这时候夏天的话，它就融化掉，但是融化的水化冰川互相推挤，那到了这个尼泊尔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差距这么大，你不要讲别的，你就是从这个将近2000多公尺一大块冰块泥巴丢下来。那个力量都已经很不得了，更不要说这种现象。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计算了一下，死伤人数几百人，那外国的观光客大概至少占1/3以上。因为它原来尼泊尔就是一个非常发展观光的地方，主要是在那边避暑另外的话呢，要爬这个那个我们所谓的圣母峰了。就是说是这个珠穆朗玛峰这种情况下人都非常多，所以尼泊尔就是一个观光著名的地方。而这个口岸本身来讲的话呢，是两者之间就是通商、贸易来往来而且大部分往南亚去、往印度去的都要经过这个口岸，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一开始看那个消息是讲的朝向那个西藏报道。其实应该说是比较多是朝向尼泊尔的报道，尼泊尔的损失是比较大的我再强调一遍，那西藏非常大，
啊，非常高，这个就大概有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啊。那么真正这个地方的话呢，到了青藏高原一结束，马上下去的话不得了啊。那个我们以前常常讲的那个印度讲藏南地区啊，就是阿努恰纳尔邦的那个地方的话呢，也是这种情况，他们都是亚热带型气候，那个海拔掉下来非常多，所以才会出现个这么严重的一个土石流。对，所以你看到这个状况哦，这个每个视频看到都会觉得哇，真的太让人震惊了。那当然，我们要问将军怎么看？吉隆口岸它是这个靠尼泊尔这一侧，因为那一侧是属于青康藏高原。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标高高哈，标高它的就会有位能，因为你这个水啊，水是依次就下嘛，它的你越标高越高，你的位差越大，位差越大。位能越高，越能够直接冲下去，所以刚才才会有讲说啊，竟然它最高的时速要到将近400公里啊，那速度那跑都来不及嘛。而且开车哦，我们最快开到120，马北湖呢。对，对啊。然后我们知道，因为它这个河谷啊，它窄，那窄的话，它不是宽阔把它稀释掉了嘛，整个宽阔让你把这个位能消失嘛，它是窄位能就更一直汇聚，就是我们讲的产生的冲击波，那冲击波谁跑得掉？而且大家知道，它这个河谷哦，经过几万年切割出来的河谷，大家都住在平坦的地方。那你刚好平坦的地方，水就是往这个平坦的低处流嘛。那整个下来的话，我们知道跑都没办法跑，这个位差大，河道窄，冲击波强，你谁跑得掉？那一定造成伤亡。那我们可以看呢，那现在那地球都软化。那冰川就要融化，这是一定的，温度升高了，尤其是夏天，8月份是夏天，然后再加上要大雨加上冰川，那整个汇聚在一起，那当然就下来了。那这种我们叫万马奔腾，那人跑不掉了，再厉害也跑不掉。你高处哪边高处，大家都在河谷，你往哪里跑？那对不对？四周都是我们的那个地方的地形呢，就是经过河谷切割，都是陡峭地形，你往哪里跑？大家都在河谷上这种平坦的开阔地在那边建设，然后盖房子。然后现在我认为啊，美国捐了50万块美金，美国，我认为我们要走美国的，跟美国走，美国捐我们也要捐。我认为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出来？因为美国政府捐啊，那我们政府为什么不捐？尼泊尔它这个是穷国家。我们知道，你想到尼泊尔，想到他的宗教，那这个时候刚好利用这些时候，我们也捐钱帮他们，应该是这个是时机，应该要送一下暖啊。对，我们对日本都那么大，日本殖民台湾50年，杀那么多台湾同胞，我们都海啸我们都捐呢，对不对？日本跟我们有不共戴天嘛，因为日本在大陆上历史杀那么多情怀，我们都还捐了。日本杀我们台湾同胞那么多人，我们都还帮日本人。那尼泊尔跟我们无冤無仇的，美国也捐啊，我们跟着美国走不会错啊。我认为政府应该在这一方面应该赶快在抢着时间嘛，跟着美国后面走不会错啊，对不对？我应该认为应该也大大方方的捐。那现在我们来看呢，中国大陆在这个雅鲁藏布江也好，萨尔温江也好，盖了很多的我们叫做水坝，然后把水拦下来，也可以做发电。另外不要忘了防洪功能，因为你这个水要出去的话，以后我们知道。没有这些水坝，那水也是一泻千里。但这个真的太大了，这个对，恐怕都整个冲垮了。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古泰峡谷，峡谷泰的这个吉隆口岸呢，它的谷太狭窄了。你狭窄的地方啊，更容易，我们知道更容易汇聚那些我们叫的那个水流，更容易往下冲。那个地方我认为那个地方反而应该有拦水坝或拦沙坝，但是因为没有盖，我们看到它冲一波下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有拦水坝、拦沙坝，那它就一泻千里，万马奔腾，这个无坚不摧，那就摧枯拉朽，造成这方面的灾难。好，通常骤灾我们有说黄金72小时，但是这么大的洪水跟土石下来，恐怕已经没有办法72小时哦。那但我们还是希望有好消息能够传出。好，天佑西藏，天佑尼泊尔，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